大家好，今天再来更新一个视频，再来介绍一个新的土耳其的虚拟卡，就和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样。因为最近我们最早介绍那个 Old Beer 那个卡呢，出现了一些状况要求实名，然后转账限制消费等等，然后导致很多朋友呢无法再使用那个 Old Beer 那个卡，都在找一些替代。其实我们频道之前也分享了非常多的除了欧詹的 Old Beer 之外的其他的土耳其的虚拟卡。其实土耳其的虚拟卡是非常非常多的，有大公司的，有小公司的，就有点像现在就上一期视频我们介绍的那个关于国内的用 USDT 充值的虚拟卡一样。土耳其的虚拟卡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请大家先分享关注一波。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讲正题。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卡呢叫 Tosna 虚拟卡，它和那个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斯佩有点像，可能比较新兴的那种卡呢，他们都是相对小众呢，都是靠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卡头，一个比较多的返利消费。比如说用 Tosla 这个虚拟卡呢，现在去订阅奈飞、Spotify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返利。奈飞是可以返利40里拉，这是相当不错的。包括我们原来上一期介绍的那个斯佩，它是可以返利60%但是它都有一个有效期，好像是年底之前结束吧。Tosna 这个卡呢，它因为像之前呢，我介绍很多虚拟卡的时候呢，都一般介绍注册的过程就一笔带过了，因为比较简单。但是今天呢，我还是把它着重的截屏一个步骤的展示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土耳其语，所以说大家如果在 APP 里面打开注册的时候会很不方便。Tosna 这个虚拟卡呢，注册也是和前面一样，是下载他们的 APP， 但是呢 Tosna 它这个 APP 呢仅仅限于在土耳其市场。也就是说，如果在 Google Play 去搜呢，如果你的 Google Play 那个账号不是土耳其区的 ID 呢，那是搜不到的。我估计苹果也是差不多。所以呢，就是要么就注册一个土耳其区的那个 Google Play 的账号，要不然就是对安卓手机来说呢，就是可能你们相对方便一点，就下载它的那个 APK 文件。大家可以在那个谷歌去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 Tosna APK， 然后下载 download， 然后就会出现一大堆网站。这个网站一般都是可以下载它这个 APK 文件的，我们随便点进去一个，然后它就会下载。你把那个 APK 文件下载下来，就安装在手机上，就可以去使用了。苹果我没有测试，如果它是苹果也是土耳其区的话，那可能要用一个土耳其区的那个苹果 ID 去下载。总之呢，它是限制了在土耳其这个市场去下载，所以说呢，导致它也不像其他的虚拟卡传播的这么广，可能只是在土耳其国内传播的比较广。我看下载大概在500万。接下来呢，我们安装就省略了。安装之后呢，就会打开它那个 APP。它这个 APP 打开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土耳其文的，我也没找到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切换英文。因为像之前的其他的虚拟卡呢，都是有英文界面的，但是它这个没有找到。因为既然它限制了那个下载的区域都是在土耳其境内我估计它就没有安排英语的版本。所以说我今天专门截屏每一个步骤做了一个双语的翻译，这样呢就方便大家在手机上安装的时候呢，可以在电脑打开这个视频，那对照的来看一下，可以方便去注册。那第一个就是开屏界面完了以后呢，它就会提示你注册还是登录。左边的那个按钮是注册，然后点进去，它第一步它不像其他的那个 APP 虚拟卡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手机验证然后密码。它是第一开始就要做一个身份验证。身份验证它要求输入一个你的土耳其的身份的一个姓名，就是土耳其的 ID 生日这个和斯佩非常像，就是输入一个土耳其的 ID 就可以注册。接下来呢，就是它要求输入你的土耳其和就输入那个土耳其相适配的那个 ID 的它的那个地址，在哪个城市、哪个区、哪个具体的地址。输完了以后呢，再点继续，这个一定要输入正确。接下来呢，就是让你填一个邮箱，
邮箱和那个手机，它的手机只能是土耳其区的，就是90的，其他的国家的号码它是不支持的，因为毕竟它这个 APP 就只在土耳其下载，所以说很容易理解它不支持其他国家的号码。但是呢，我测试的时候呢是用一个解码的网站，我也放在下方，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然后在解码网站里面去用一个90开头的号码去解码就可以了。解码找到那个网站呢，就可能有一些号码已经被那个用过了，可能就是要更换几个就可以。我在注册的时候大概换了2-3个就找到一个可以，因为如果已经用过了或者这个号码有问题的话，它是收不到验证码的。你点如果出现了这收验证码的这个界面呢，就说明你这个号码可以用。如果你点了以后没有出现这个界面呢，就这个号码可能就没用。大家在那个解码网站里面去再更新一下，就更换一个。关于解码的怎么解码那个网站呢，在上一期那个视频里面我们都有介绍，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们频道关于土耳其虚拟卡申请很多集我都讲过，今天就不再具体讲了。输完那个收到的那个验证码就是匹配成功以后呢，它就会让你提示输入一个这个 APP 你的密码输入成功以后呢，就算是注册成功了。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身份验证它是提前了，那现在就可以直接开卡。大家看一下出现界面的第一个就是创建一个免费的数字卡，这个卡就可以去开卡了。点完这个开卡以后呢，它就会提示开卡成功，这个卡现在就可以用了。Tosla 的这个卡呢是一个Master 卡，然后呢它的那个这个是出来516643开头的一个 Master 卡。我们搜了一下这个卡头呢516643是一个土耳其区的一个 Master 卡，所以说而且这个卡头呢相对来说比较干净一点嘛，可能现在相对用的人比较少，不像其他的可以在全世界下载的像欧珍这种。因为大家在我们的那个土耳其群的大家反馈，那个欧珍呢还有欧德比尔这样卡，可能是因为最近在国内的这2个卡介绍的比较多，相对来说呢可能刷Spotify 还有那个奈飞刷的人太多，可能他们的卡头已经被这2个流媒体的服务商给屏蔽掉了。这个卡注册成功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怎么样给这个卡入金充值。大家可以翻看我们频道前面有一个视频，是关于用 FUPS 怎么给支配那个卡去充值，这个过程和这个 Tosla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大家翻一下前面的 FUPS 这个卡的那个充值的一个过程，因为 FUPS 它这个卡呢是支持那个3D 验证的，所以说呢在用 FUPS 这个卡去来给 Tosla 或者给适配充值，这个过程是一样的。我们这个界面呢，就在 Tosla 里面，你选择一下那个给那个他那个账户里面充值。那充值的渠道呢，它是有通过其实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适配是差不多的。比如说通过银行，通过一个虚拟卡，或者是自动提款机，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手机充值等等，我们能够用得上的就在那个用那个虚拟卡来充值。它虽然说上面标明的呢是必须用同名的一个虚拟卡来充值，但是我之前测试呢 FUPS 是可以给适配去不用相同的名字去充值。Tosla 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群友来测试的，它是同名的，然后转账，不同名的它就没测试，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反正用 FUPS 就可以充值。如果你没有看前面的那个视频呢，我建议你们翻看一下前面是怎么充值的。大概过程简单的说，就是在交易所，在虚拟货币的交易所去购买里拉，卖掉把里拉充值到那个 FUPS， 因为你的里拉是不能直接充值到这个 Tosla 或者适配账号的。先充到 FUPS 那个虚拟卡，用 FUPS 这个虚拟卡呢，再通过这个虚拟卡的方式充值给那个 Tosla，这样一个流程。
接下来呢，在前面点了那个右上方的第二个后呢，就是可以去要求你添加一个虚拟卡。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虚拟卡的这个界面输入 FUPS 里面账户里面开出来的那个虚拟卡的账户信息，比如说卡的名字，然后卡号，那个 CVV 号码，还有那个有效期，然后点一个添加成功，它会扣费也一个里拉来验证一下，在那个 FUPS 去验证，因为土耳其的虚拟卡都是3D 验证的，所以说因为在那个 FUPS 那 APP 里面去做一下检测，因为 FUPS 它是支持要么就是用手机，要么就是用设备来验证，所以这个比较方便，一般都是选用设备，因为大家一般都没有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手机号码。充值呢，就是充值是 FUPS 是可以充值成功的，这个是我们群里面一个网友他充值成功的一个界面，是1个里拉。下面来介绍一下，就 FUPS 那个 Tosla 它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促销活动，就是说为什么要用它那个卡头。现在呢，它是比如说 Spotify、YouTube 的那个高级账号，还有那个奈飞，它都是有一个优惠的。比如说奈飞，它现在是有一个40里拉的现金返还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现在里拉那个奈飞的那个订阅费也涨价了嘛，然后它一次可以返40个里拉，但是这个有效期是在10月31号之前大家订阅的话，它可以返现，这样也可以节约40个里拉。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这个 Tosla 卡呢，相对来说呢，注册有点繁琐，因为它要填写的那个信息非常的多。它还有一个就是注册的界面是土耳其语的，可能对我们适合那个适应那个英文界面的话，可能不太适应，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双语版的一个土耳其文和中文翻译的一个对照界面，大家在注册的时候呢，可以去对照着看一下，这样可能会有一个帮助。大概就是这些。然后在10月31号之前呢，有一个返利的活动，大家如果对订阅 Netflix 和 Spotify 这些流媒体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订阅返利一下，薅个羊毛。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请大家多多的支持、点赞、关注另外呢，我们这个土耳其的群呢，也是在视频的下方。如果大家注册的时候，在注册那个 ID 身份有需要帮助呢，也可以去点那个视频下方去联系。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